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飞出来的第7季第8集。这集主要讲了 Fly 失忆成为学巨人，却还是忘不了前女友的故事。为了犒劳低薪高劳且入职不久的员工们，教授决定带大家去参加1年1度的啤酒节，以便趁此机会熟识这些新员工。那个娃，你叫啥？你可以叫我橘头靓仔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？3个月后吧。时光如梭，转眼就到了啤酒节，大家开着飞船光速着陆。Fly 拿着家伙激动地跑下了飞船，但现场氛围却异常诡异。话说啤酒节不就是一群酒鬼的狂欢吗？难道走错片场了？这儿到底怎么了？艾米解释，土鳖，这就是啤酒节，世界上最精致的盛会。人们在会上品评德国的食物、饮品以及风俗。显然，眼前的一切让 Fly 大跌眼镜。原来3000年后的啤酒节是为了庆祝人类的进化，所以大家必须得像参加音乐会一样高雅端庄。Fly 还是不肯妥协，他将目光转向了班德。兄弟，看来只有你懂我了。却没想到，这次连少根筋的班德也连连摆手：“老兄，今天可真不行。”说完，班德赶紧逃离 Fly 幽怨的目光。嘿，他居然发现了香肠比赛。你好，还能报个名不？当然，但你带材料了嘛？那还用说？随即，他立即拿出了他的参赛原料——一只活猪，顺便附加一把杀猪刀，现杀现做，绝对纯手工。但他即刻被告知，土猪不能入围。你看他们那些可是精选蜂鸟肉和天使翅膀，至于我的，就算是猪肉，也可是1000年精致火腿。班德不得不感叹道：“世道艰难，我以为猪肉已经够贵了。”随即，他遗憾的又将猪塞了回去。但另一边的 Fly 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疑似只能喝一小杯啤酒，连塞牙缝都不够，并且莉拉还不断的提醒他注意言行举止。Fly 忍无可忍，什么狗屁破节日，没人喝吐，没人发9分，算哪门子的狂欢？莉拉继续火上浇油。现在是31世纪，你还像21世纪的猴儿们吗？ Fly 倒也不在乎别人唾弃的口水，反而还趁着酒兴跳上了台面。面对这个耍9分的男人，莉拉赶紧捂住脸，酒品看人品。此时硬装不认识。突然音乐奏响， Fly 赶紧拿出特意准备的小鸡帽，居然还是情侣款的。莉拉终于忍无可忍，你个粗鲁原始的学居人，分手吧！随即把鸡扔给了他。分手有时候就是这么突然，以至于来不及放最后的分手炮，就草草收场。没了衣服，那就来找手足诉诉苦。班德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但班德表示，谁还没有点人生低谷？一想到香肠大赛，班德心如刀割。Fly 忍无可忍，什么狗屁升级版啤酒节，少了小香肠，没了大扎啤，有趣的灵魂该如何安放？话音刚落，似乎是神听见了 Fly 的心声，专程来为 Fly 解惑。看来还真是走错场了。虽然猛犸象曾遭到野人们的乱捕滥杀，但他们的尸体仍留到了今天，并且在冰川下完整的保存了整整3万年以上。3万年的猛犸象肉！班德惊呼道：“香肠冠军，我来了！”为了班德的冠军们，2人即刻出发。果然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猛犸象的定位点。砸开冰层后，班德立马跳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拉着缰绳，硬生生的拖出了一只猛犸象。来不及解冻了，2人即刻开始加工。本来过程相当顺利，但 Fly 这个菜鸡绞肉也能把自己绞进去。最惨的是，班德忙于流水线工程，根本没有注意到。但这似乎并不影响班德的比赛。班德光速闪现比赛现场，结局是必然的，班德成功晋级。大家纷纷前来道贺，大厨可以尝一个吗？班德欣然给莉拉包了一个。虽然说了分手，但爱的余温还留在心头。莉拉装作很随意的向班德打听起了 Fly 的去向。班德回答，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还在绞肉机上上蹿下跳。对了，你嘴上好像有毛。Oh my god， 这看起来好像是 Fly 的头发。胡说，我怎么尝不出还有人肉味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虽然很狗血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大家为 Fly 举行了衣冠礼，哦，不是衣裳礼，大家非常难过，尤其是莉拉。哦，我吃了 Fly， 居然还他妈没尝出来，但吃下去的东西终究成了翔。为了忘记这份痛苦和悔恨的回忆，莉拉决定做个清脑术。她清除了所有关于 Fly 的记忆，随着记忆神经相继断开，那些往事逐一消失。术后的莉拉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。虽然她仍然会下意识的提起 Fly， 但大伙也都很识趣的避开敏感话题。日子依然像往常般平淡如水，公司照常送货，货物依旧千奇百怪。这天，大家正要去送快递，就在刚出发之际，莉拉竟然在无意间找到了 Fly 曾送过她的小鸡帽。可能对于深爱的人，就算喝过了忘情水，但你依旧能在某些旧物中找到些支离破碎的影子，而情由心起，不然怎么能叫忘情容易诛心难？这
这天，一只乌鸦送来了一封信：嘿，伙计们，我的香肠进入了啤酒节决赛，我们得回去参加闭幕式。啤酒节，顿时四周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，毕竟这个词的敏感度太大。众人屏息观察莉拉会不会想起什么。哦，那听起来真不错。于是大家再次盛装来到啤酒节，而桌上的南瓜却让莉拉分外伤感。莉拉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明明班德得了第3名，他应该为他高兴才是。班德突然不乐意了，第3名，这里面绝对有黑幕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才第3名？真是说黑幕，黑幕到。原来这次的评审竟然是扎普。忽然一阵地动山摇，原来不远的雪山发生了雪崩，随着冰山的坍塌，一群雪巨人骑着猛犸象冲了出来，为首的竟然是弗赖，他手持木鹰枪，头戴狗头骨，满脸胡渣，双目狰狞，给我杀光人类！顿时四处一片混乱。原来弗赖并没有变成肉肠，绞肉机只卷走了他的一撮头发和衣服，他只是掉进了班德砸的冰洞，然后被冻住了。幸好雪巨人救了他，而由于掉下的过程中被石头砸中，所以他的头上鼓起了大包。殊不知这刚好是雪巨人的特征，于是他很快就融入了雪巨社会。不过这也让他失去了记忆，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雪巨人告诉他，能蠢到冻在冰里，肯定是雪巨人没错了。找到了存在的理由，弗赖便安心了。尽管野猪紫色的尾巴经常让他感到悲伤，可同伴说悲伤是雪巨人的天性，因为在3万年以前，智人把他们当作2等人，将他们从富饶的山谷赶走，所以他们才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裂缝里。悲惨的身世造就了他们悲伤的体质，但由于冰川时代的到来，他们随之又被分在了冰面下，厚厚的冰层使他们与世隔绝。有一天，一个雪巨人意外发现了一个洞，这个洞竟然能直通外界。弗赖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们终于可以报仇了。说干就干，他立马召集了所有雪巨人。危难之际，莉拉赶紧跑去求助扎普，扎普倒是十分淡定，谁还不会用点高科技？但牛还没吹出来就。尽管人类对其进行了陆空夹击，但效果似乎并不太好。九死一生时刻，莉拉船长果断出击，现实版美女与野兽的战争一触即发。但论肉搏，弗赖显然不敌黑带段的莉拉。就在莉拉举起长矛将要刺向弗赖的瞬间，他突然停住了。橙色、紫色，确认过眼神是可以亲的人，没想到这深情的一吻竟然阻止了一场恶战，双方握手言和，至此天下太平。而身体的亲密接触连接起了莉拉断掉那些记忆线，一幕幕回忆在脑海里相继出现。弗赖、莉拉，好久不见。至此，弗赖头上的大包也消失了，就像那些无谓的争执与冰冷的背影，终有一天会因为一个拥抱消散在温暖的臂弯里。而班德也如愿拿到了比赛的冠军，因为死人肯定是没办法拿奖的。至此，弗赖也迎来了真正的啤酒节，四处歌舞升平，肉香酒酣，热闹非凡。这时，熟悉的音乐再次响起。因为一次啤酒节，弗赖与莉拉闹掰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弗赖死亡的噩耗。由于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，莉拉选择清除有关弗赖的所有记忆。可笑的是，弗赖没有死，反而意外的变成了雪巨人，攻击人类的起义者，而弗赖也同样的失去了记忆。两个相爱的人，从相识、相知再到陌生，似乎只用了一次转身的瞬间。时间总是会给人一些错觉，泛泛时光仿佛一直是手心里的线，只要轻轻一用力，那些没来得及的相聚、拥抱还有亲吻都会如约而至。就这样浑浑的过了好些年，直到某天，那些名为明天的约定匆匆赶往下一世，你忽然发现竟然没来得及说声再见。至此，遗憾和悔恨会常伴无数个失眠的夜，深爱变成泥潭，从此满是仓皇无措的挣扎。可世界上却没有忘情树，有的不过是受了重创的选择性失忆者。当旧物突然变成回忆支离的碎片，总是会让欢笑忽然就停在了那一瞬间。世界很大却又很小，要不然我找不到你；一生很长却又很短，要不然我等不到你。所以只要还能再见到你，无谓翻山越岭、披荆斩棘，我都要去见你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